背包要安检，后面排队。嘿，背包的直接走，带包的后面排队过安检。包要过安检，后面没包的直接过。包过安检，后面没包的直接过。哎，先生，我们有规定，所有的包都得过安检。这是一些被子。哎，先生，所有的包都得过安检。这就是一些被子和行李。哎，你怎么不听劝呢？哎，车的人把他拦住！站住！站住！都让开！站住！站住！都让开！把前面这个人拦住！站住！站着吧！站住！站住！站住！站着吧！别动！把箱子放！别动！都让开！把箱子放下！箱子里面是什么？无球炸弹！各小组马上疏散现场围观群众。我现在是在新城文化广场地铁3号线18站。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携带行李箱闯入，在袭击2名安保人员后，声称箱内有爆炸物。现在嫌犯和疑似爆炸物就在地铁3B 出口内的20米左右的位置。整个建筑物下方是刚刚运营的3号线地铁，上方是206省道。地铁内的所有群众都已疏散完毕，上方的道路也已经进行了封锁。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旦发生爆炸，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已经把嫌犯引到了地铁出口。狙击手就位了吗？已经在对面大楼就位完毕。嫌犯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在地铁出口内一直都隐藏得很深，这给狙击手造成了一定的视线障碍。现在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是。给我瓶水。哎，我去吧。都听好！啊！听好！都不怕死是吧？好，咱们就同归于尽，大家一起死啊！目标无法锁定。往后撤！我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任月婷，我是来帮你的。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相信你。你有什么要求跟我谈？我把枪放下。你来干什么？我现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你有什么要求？那你听着，让你们的人走开，给我准备车，送我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把你们都炸死了。可以，我给你准备车。好，渴吗？别给我耍花样。想喝水吗？我不渴。放心了吧？好，慢慢的送过来。站住！站住！把水放下！退后！
海高手上前确认。姓名？张超，年龄46岁，职业？职业？律师。箱子里的尸体怎么回事？是我杀的。怎么样？认罪，招了吗？嫌犯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具体过程还在交代，态度挺配合。死者是他朋友，据说是因为债务纠纷一时冲动失手杀了人。他叫张超，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专接刑诉案，在江潭市还挺有名气。张超，好像在哪儿听过。问问他杀人之后把尸体带到地铁站做什么？杀人后，为什么把尸体带到地铁站？抛尸。抛尸？带到地铁站抛尸？我是想坐地铁到市郊的秀水站，然后把尸体抛到湖里去。张超，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怎么可能选择坐地铁到郊区去抛尸？为什么不开车？我开始是准备自己开车，杀了人以后，我非常害怕，喝了很多的酒，因为最近本市酒驾查得非常严，被交警拦下来，发现尸体，所以无奈之下，就选择了叫出租车。来，我帮你吧。来，哎，没事没事，不用，好，谢谢。走了师傅。师傅，让我们快一点好吗？我赶时间。啊，快到了。怎么了？啊？要紧吗？没事。怎么开的车啊？这是？哎呀，对不起。哇，你前面突然停下来，我堵车了，没刹住啊！哎呀，看这状态，这怎么着？哎呀，对不起。
都凹进去了，你看。报警吧，啊，咱们报警吧。报警了？对啊。好。撞车以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想，地铁3号线是通往市郊的，所以我估计安保可能比较松散，所以就想碰碰运气。那你为什么说箱子里是炸弹？当时周围都是警察，还有保安，我无路可去了，所以脑子一糊涂，就说箱子里有炸弹。这就是你所谓炸弹的遥控器。这就是一个玩具车的遥控器。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出门前我喝了很多的酒，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把玩具车钥匙放到了口袋里了。曹儿，待会儿跟顾队说一声，张超是刑辩律师，对我们的工作很了解，要仔细审，别让他钻了漏子。明白，放心吧，任队。辛苦了，兄弟。哎，说说你的作案过程，你是如何杀死的受害者？当时场面很混乱。这最后见我一次啊！我早就说不就好了吗？我也记不太清了。勒死的，那是从正面还是背面？借给你，我借给你们。应该是正面吧。你再好好想想，确定是正面？那也许是背面。我的确是记不清了。我借给你，我借给你啊！当时在那儿找了一些废弃的电线，之后我把电线扔到了阳台。找到了，老马，怎么样了？结果出来了吗？哦，出来了。你看，死者的手指上留下了大量张超的皮肤血液组织，电线上的指纹与张超的也匹配，还有电线上的勒痕与死者的勒痕呢是完全吻合。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信号线呢，就是造成死者机械性窒息的凶器。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向局里汇报。哎，一鸣，啊，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呢，还是有点怪怪的。怎么了？也说不上来，总感到有一点太完美、太顺利。还有一件事我不清楚，你看啊，这电线头上这点划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侄子呢是专门安装有线电视的，我问过他，他说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你把实物给我看看。嗨，这你都没分析出来？我跟你说吧，这只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指甲留下的划痕；第二，就是在日常使用当中与工具摩擦留下的痕迹。你觉得呢？有点意思啊。你呀，别老一天疑神疑鬼的。我看你最近查案查的呀，有点神经衰弱。你这样，你等这案子结了以后，好好回家休息几天，放松放松啊！我走了。
我记得你，任队。张超，张大律师。29岁进政法大学教书，31岁破格提拔为史上最年轻的教授，34岁成为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本来您再熬几年就能当上院长，但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学生，为了避嫌，您放弃了一切，净身出户。36岁又白手起家创办了江东律师事务所。在过去的10年里，律所一共接手了1116起案子，几乎从未失手过，名震江潭市政法界。张律师，我有个问题：大学教授、刑辩律师这2个称呼，您更喜欢哪一个？我只是个杀人犯。在1116起案子中，好像唯一一次失手的，就是给检察官江阳做无罪辩护的那次吧？没错，这对于一个刑辩律师来说啊，很正常。1116起案子，有上百件，一件比一件棘手。您在法庭上唇枪舌战都能一举拿下，为什么偏偏江阳的案子不上诉呢？他是你的学生，你的得意弟子。你们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仇恨，才会导致你亲手杀了他？你后悔吗？做都做了，有什么可后悔的？犯罪嫌疑人叫张超，曾是大学政法系的教授，后来辞职当了律师。张超对杀害江阳的整起案件供认不讳。死者叫江阳，曾是平康县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就在案发前2天，2人因争吵打架惊动了派出所，派出所里有出警记录。哇，这是3月11日晚上7点左右，小区监控拍下的视频。哎，你看，咱们认得还挺上相的。3月12号。在地铁3号线始发站新城文化广场站，一名神秘男子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进入地铁站。过安检时，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异常，于是上前询问。该男子语无伦次，突然踢翻工作人员，并号称箱内有炸弹。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刑警队大队长任月婷出面调停，成功将其制服。人群疏散后。台报专家上前吃完饭送一下《江潭晚报》，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据悉，该抛尸男子名叫张超，曾是一名大学教授，后来辞职当了律师。哦，对了，目前这个自动售货机顺便修一下。好。死者名叫江阳，曾是一名检察官，还因为不法行为做过2家处分。哎，干嘛呢？搞什么呀？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真是。任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100%确认张超就是凶手。以上就是这次内部会议的全部内容。陈主编，我跟江阳的案子跟这么久了，我采访手记都写了有上百页，现在江阳突然遇害，整个计划全打乱了，所以我想做一期地铁抛尸案的特刊。小千啊，这个想法挺好的。现在全市上上下下都在盯着这个案子，加个班，赶紧弄。好，我这就去办。哎，赵局，
会议之前，我又去看守所问了张超几个问题。我现在有种直觉啊，这里面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啊？目前还没有头绪。你说张超会不会有别的企图？这个案件目前证据链已经齐全，下一步将移交检察院。你可以将你的发现和检察院的同志进一步沟通，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明白。哎，师姐，咱们那个案情回顾啊，不到几个小时，点击量已经破100了。别看了，早点回家吧，明天就开庭了，还有场恶仗要打呢。师姐，你紧张什么？张超被判死刑，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那可不好说，明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摄像机多备块电池啊。被告人张超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江潭市公安局侦查终结。312地铁抛尸案将于今日开庭审理，庭审结果本台将继续关注，及时向大。被告，你对起诉书所展示的证据是不是有异议？我很害怕。对于死者以及死者家属，我感到深深的歉疚和不公。然而，今天我感受最多的是巨大的困惑。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这里接受谋杀的指控，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杀过人。3月12号，我根本就不在江潭市。肃静。江阳出狱后，张超便把房子免费借给江阳住，两人后来出于债务问题经常闹不和。江阳遇害当晚，老赵啊，今天一早我接到电话，上级机关表示对这个案子的深切关注。我们一直强调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人字当头，民字为重。我们政法系统也一直强调疑罪从无，可你们倒好，3下5除2把这个案子给坐实了，你们动作还挺干净麻利的。高庭长，您批评的都对，其实这个案子当时在细节上再谨慎一些就好了。回去我马上成立一个312大案专案组，把刑警队的骨干力量都抽调上来，争取把这个案子早日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局里不是有个破案高手吗？听说很邪气啊。你说的是颜良吧？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让他加入专案组吧。好的，听好了啊，今天跟我们连队好好喝几杯，准备。来来来，是吧？哟，热闹，照出来了，还真让我猜中了。走，来来来，走，来小军，坐，好，哎，这是我和老头子送的，还有呢，每人都有啊。谢谢慢慢吃啊。哎呀，好，来小军，把您慢点，您坐，您这边还行，行，拿个杯。好。怎么样？家里事儿都处理完了？老赵啊，
你是为了地铁抛尸案来的吧？哎呦，这什么事儿都躲不过你小子这双眼。你可是省厅高副厅长钦点的大将啊！老赵，上回说的事儿没解决呢吧？不是你总提这旧茬儿。行，我今天给你打包票，只要你把地铁抛尸案给我破了，明阳的事儿我亲自跑一趟省厅。说到做到，我骗过你？走。陈队长。陈队，陈队。顾队，陈队，给你买早餐。哎，谢了。哎，照点果仁啊，大家分着吃了。颜良，醒了？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赵局，啊，认识一下啊。这位是颜良，这个是小顾，这以后就到咱们专案组。这是任队，你认识他？岳婷啊，颜良是高副厅长钦点过来配合你工作的，希望你们紧密合作。是他呀。这是我们的颜良颜队长。啊，我知道。颜良，颜警官。前几年轰动全国的雪人杀人案，就是你破的。你能来这个专案组，我非常高兴。希望专案组能够早日抓住真凶，还我清白。眼镜不错，多少钱买的？啊，这个是我太太买的，我不太清楚。颜良这小子邪乎得很，看看他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你近视多少度啊？左眼300，右眼350。之前审讯的录像我都看过，没戴眼镜。啊，戴眼镜在看守所是需要审批的。开庭之前我需要看很多材料，所以就申请了这个。地铁抛尸案的时候没戴眼镜，法庭翻供的时候你戴了眼镜，不应该呀。你戴的又不是老花镜。平时你都怎么上班？我自己开车。湘潭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早晚高峰还是比较拥堵的，可是比起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好很多。那不开车的时候你怎么上班？打车。也坐地铁。地铁3号线刚刚运行不久，而且是通往市郊。3月12号之前，你坐过吗？那段时间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记不起来了。人不是你杀的，当时为什么要认罪？可尸体毕竟是在我这儿找到的，我当时很害怕，一时糊涂就认罪了。
脑袋糊涂了好几个月，开庭的时候突然清醒了。严警官，我以前是大学政法系的教授，还当过10年的刑辩律师，各类案子我看了很多，所以难免想得多一些。其实认罪当天我就后悔了，毕竟人不是我杀的。可是这个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了，我担心在看守所如果翻供的话，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就想等到开庭的时候说出实情，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自保吧。那如果江阳不是你杀的，为什么在他指甲的前端发现了大量属于你的皮肤和血液组织呢？啊，在他遇害之前，我们曾经发生过口角，还动过手。当时我的脖子、胳膊上有很多他的抓痕。那次闹得实在是太大了，邻居都报警了，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吧。那这么说，江阳这个人不是特别爱干净啊，除非他一整天不洗手，要不然不可能提取到属于你的皮肤组织。即使他这个人比较邋遢，洗手敷衍了事，也只能提取到微量的 DNA。我说的都是实情。张超，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一直都在积极配合。严警官，至于江阳有没有洗手，我不清楚。不过也许我们打架以后，他就被人控制了，一直到被害就没有机会洗手呢。你这完全就是狡辩。张律师，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给我们办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我就是想不清楚一点，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你非得跑到地铁里边闹出这么一出来。即使能够翻供，这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最少得判3到5年。你说你图什么呢？严警官，你能负责专案组，让我看到了希望。你们有24天的时间彻查这个案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24天，所有的真相都会看到的。你们是怎么定他罪的？局长，之前一直是我负责审讯的，这你是知道的。当时张超供认不讳，而且我们在死者江阳的指甲里也提取到了大量张超的皮肤和血液组织，还有就是作案工具上面的指纹也跟张超的相匹配。我们还调了小区的监控，当天晚上确确实实拍到了张超那辆黑色奥迪驶入小区，再也没出来。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哎，别提了，这不能怪一鸣和参与审讯的同志。你说各项证据都和张超的口供他完全吻合，所有的证据链都齐全，但都是巧合。小马，把小区监控调出来。这是江阳被害当天晚上7点，在小区门口监控拍到的。这是张超那辆黑色奥迪，这监控这分辨率都太低，加上天黑，光线又不好，这根本就看不清人脸。翻供后，这张超还说是把这辆车借给江阳了，车里的人不是他，是江阳。我们调取了张超当天的手机移动轨迹和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他没出江潭半步，这后来才知道，那天他把手机和银行卡都留给江阳了，他都承认杀人了，所有的时间点都吻合。那谁能想到当时他人已经在北京了？案发当天，张超人在北京，距案发地有1000多公里，但是他的口供跟整个案情有惊人的巧合。对，这概率太低了。是。那法医怎么说呢？
江阳是当天晚上8点到12点之间被人从背后用蛮力勒死的，凶手必须在现场才能勒死。可是张超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张超对整个案子了如指掌，就像他在旁边看着凶手勒死江阳一样。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张超是替真凶背黑锅，案发后第一时间认罪入狱，这样真凶自然就被我们忽略了。可是他知道几个月之后，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凶手是他夫人，所以出此下策？那要是他夫人的话，那张超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呀？带小张。哎，好。好，谢谢。小张，这是你的。肖老周。好。主编。太棒了，这一定是个重磅新闻。李总编，我这儿有一重磅新闻，明天头版一定留给我们，绝对是头版。主编，这个是不是得跟市公安局先沟通一下？你这样，先把这个原件复印一下，让采编室立刻准备一条简讯，越短越好，几10个字就够。明天头版全版放照片和这封信。下午你去趟市局，情况重大，需要和市局立刻汇报。好，去吧。哎，给你个良品铺子。谢谢江。哎，我上次让你帮我拿那个，你拿来了吗？上次，这个吧，是吧？什么？快看！谁啊？《江滩晚报》记者张小倩呢。六哥，我平时咋就没看出来你这么有文化？别扯犊子！对了，你看过卧底刑警刘明阳那篇报道吗？看过啊，我当时看的眼泪都掉下来了。No， 他写的。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1个小时前。张记者，你写的报道我特别喜欢，态度诚恳，保持中立，坚持用事实说话。作为你的一个忠实粉丝，我想跟你玩个9宫格游戏。确切的说，我想跟警方打个赌，赌他们在24天内能不能破案。从今天起，每3天你都会收到一张完整照片的1/9，算是我给警方提供的免费线索。24天后，9张照片拼在一起，杀害江阳的凶手就能水落石出。不过希望最后揭露案情真相的不是我，因为到那个时候结局会很惨，这个城市会死很多人，墓地估计又该涨价了。每次收到信件后，麻烦你务必将照片刊发在第2天《江潭晚报》的头版。如果其中任何一天不发照片，这个城市晚上12点某个地方就会发生爆炸。我劝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态，合作愉快。HGP。交物证科，看看能不能提取有效的指纹。还有谁接触过这封信？收发室的老周，还有我和陈主编。哎，老刘，跟队，你跑一趟《江南晚报》，搜一下他们的指纹排查。得嘞，我马上去。社里觉得照片有非常大的新闻价值，我们想在明天的头版头条发布这张照片。不行，现在照片的真实性、来源和目的都还没查清，我们要请示上级。等我们消息吧。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想法？上次见张超的时候，他最后说的什么？
24天。原则上不能发，绝不能引起社会恐慌。可是按匿名信上说的，这要是真炸了，这就是对人民的失责。颜良，你有什么想法？寄信的人应该是张超的同伙，得想个办法找到他。你打算怎么做？限量发售报纸，让那个神秘人以为掌握了局面，这样就能引他现身。以邮筒为中心，半径3公里内的报刊亭，定点投放，全程监控每一份报纸。不出意外，那个人一定会现身。老板，2份晚报。提前在每一个地方布控警力，不让嫌疑人有逃脱的可能。跟上那个人，收到。跟上那个黑衣服，核实一下身份。收到，收到。好，我这就和上级通报，请求更多的警力支援。哎，严队，有件事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一提眼镜的事儿，张超就慌了？一个近视眼，没坐过地铁3号线，不戴眼镜一路跑到地铁南门出口，这说明什么呀？踩过点儿。张超就是后来在翻供的时候说，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旅行箱，打开之后发现了江阳的尸体。他一开始交代是在哪儿勒死的江阳？啊，在这儿。凶器在哪儿发现的？凶器是在阳台。哎呀，这个就是张超的太太李庆。你怎么在这儿？公安局给我打的电话，说你们要来复查，最好我也在，免得丢失什么贵重物品。不好意思，打扰你。阳台上还有贵重物品呢。他也没有什么贵重的。就是想跟你们了解一下，我先生张超的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案子我们还在查，欢迎给我们提供线索。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张超从来没向你透露过什么。没有。你接触过江阳吗？接触过。在你眼里，江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人品极差，他是我先生的学生。在我们这儿骗了30多万拿去赌，在这个房子里白吃白住，整天游手好闲，好不自在。我因为这个事儿跟张超吵了多少回架，偏偏不听。现在怎么样？你觉得江阳还有其他的仇人吗？不知道，这个你应该去问张超啊。江阳的遗物还在吧？大部分都扔了。开始时候没给他动，想着等他的家属来取遗物。后来他前妻和一个警察来了，也什么都没有拿。有些个人物品看着太瘆人，也是经过你们同意就扔了。现在就剩架子上这些了，有好多也是张超以前放上去的，里面应该有些江阳的书啊、信啊。我也不清楚，你们最好全拿走，因为这个房子我想过一阵就租出去了。
麻烦了。没事。我们今天来拜访呢，主要想问问关于江阳的事儿。新闻都看了吧？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最后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江阳是你前男友吧？对，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江阳刚刚大学毕业，我们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我们觉得不是很合适，就分开了。那在你心里，你觉得江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江阳是我们单位唯一一名研究生，他长得帅，性格好，人缘也不错。我们检察院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他因为工作能力突出，不到1年的时间，就被破例提拔为侦查监督科科长，副科级，手下带4名工作人员。当时我父亲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江阳跟我回家吃过几次饭，我父亲对他也很欣赏。其实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这么多人呢？怕什么呀？咱俩又不是偷情。走吧。但是后来，因为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谁？李静。科长好，吃饭去啊。哎。喂，哪位？请问是江阳江大检察官吗？是，你是？我是李静。李静。哦，李静啊！班花好。你就别取笑我了。哎，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听说你在平康县检察院当大官呢。什么官不官的呀？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你这个周末有空吗？有点事想去平康县找你。啊？啥事儿这么隆重啊？还非得面谈？事情有些复杂，要不见面再说。那行，我定了地方跟你说。好。好了，你看。好。今天路做什么呀？这么香。是吗？说明我出进步了。哎，国庆还没去吃饭？我们还没吃呢。啊。怎么了？今天吃饭怎么一点都不积极啊？没有，跟你商量个事儿呗。犯错误了？怎么可能？犯什么错误啊？我呢，跟他接了一下我一个大学女同学电话，然后呢，女同学啊，长得漂亮吗？说实话吧，我觉得她长得是挺漂亮的。我漂亮还是她漂亮？那肯定是她漂亮啊！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你这边来。没有，他刚才给我打一电话，说是这个周末来找我，有个事必须要当面说。但是我想好了，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就在旁边另开一桌。要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你就跳出来救我，怎么样？那你求求我。我求求你。我这要不要给你分点？来，你们吃，你们吃。啊。你尝尝我做的土豆，今天好像有点做咸了。哦，这是你做的，我还以为你在食堂打鼾呢，真好吃。嘿，李静，我都不敢认你了。江大才子，你当了大检察官都不认我了？我不是这意思。我也是上周才听说你当上检察官的，但你怎么来平康县了呀？阴差阳错，命运使然吧。打扰一下，女士，你要喝点什么？我跟他一样就可以。好的，请稍等。哎，你电话里说有个事儿必须要当面说，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侯桂平吗？啊，我记得。对于他的事儿，我很遗憾。这事儿好像就发生在平康县吧？这都2年了，但还在心里面历历在目呢。我呢，就是有个事情，我一直都想搞清楚，所以我今天才贸然来拜访。哦，你找我是因为这事儿啊？老同学，有什么的话尽管开口，只要是不违反工作原则，我一定帮你。我怀疑他不是淹死的。啊？他是被谋杀的。不是，不可能吧？侯桂平死后，平康县的公安局到学校来通报。你还记得他们那个结案材料里是怎么说的吗？当时学校通报里说的是，侯桂平在支教的过程中去游泳了，然后不小心淹死的。学校是为了降低影响才这么说的。但是当时那个结案材料里写的是，侯桂平强奸妇女，警察在逮捕他的过程中，他畏罪潜逃，跳河自杀了。这绝对不可能！侯桂平就不是那样的人啊！我当然相信侯桂平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而且你知道吗？在他支教期间，他们复读班的一个女生喝了农药自杀。警察发现这个女孩自杀之前遭到了性侵。当时侯桂平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向上级领导去举报、申请调查。你说他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的意思是，侯桂平因为举报被谋杀，然后成了替罪羊被倒打一耙？你好，您的咖啡，谢谢。没有。你不是在侦查监督科当科长，你能否？你是想让我替他翻案，还他清白？因为侯桂平的死，对他们全家来说就是个重大打击。他有没有王法了？江阳，你查，一定得查，要查出真相，还人家清白。那个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事吴爱可，也是我女朋友。哦，你好，你好，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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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我知道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人为难的事情，但是我除了想搞清楚，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江阳，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呀？你是检察官，查案是你的职责。不是这事儿，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我去找我爸也行。你爸？我爸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江阳的上级领导。哦，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尽力吧。谢谢你。你好像对你同学这个案子有点不情愿。没有啊。如果真的像李信说的那样，那这个事儿的背后还不知道牵扯了多少利益关系呢。我这才来平冈县1年多，根基也不牢，也没啥资历，现在就跑去公安局兴师问罪的话，那得罪多少人啊？你是检察官，你还是侦查监督科科长，查这种冤假错案是你的职责所在。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再说了，我这从来都没平反过案子。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就把侯桂平的案子当成你第一个案子，到时候我跟我爸说一声，他肯定支持你。可是这个案子他……哎呀，别可是了，你还是不是男人了？这怎么还和是不是男人扯上关系了？好吧，我呢，一定遵照大小姐的最高指示，把这个案子查到水落石出。这个案子可不是为了我查的，这是你作为一个检察官的职责。我一点都不想让你成为那种凡事都考虑权衡利益的检察官，那种伪君子我见多了。对，我承认错误，我呢不应该犯这种官僚主义。我这是为了检察官的职责，为了我们心中的正义。这案子我回去马上就查。这次原谅我呗，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去公安局的时候穿帅一点啊，好多小帅哥都想追我呢。哎，谁追你？我当时太年轻了，做事太冲动。现在想想，总感觉是我害了江阳。有件事啊，困扰我好多天了，像个谜团一样，一直解不开。我这人呢，有强迫症，想不明白呢就睡不着觉。我呢，也算是把一届独孤求败的级别了，找不着对手，想起你来了。你看，这是江阳被害时的凶器。有线电视信号线，没错。这上面还有些划痕。对，在这头上，一点痕不起眼。那你有什么想法？我呢，有个侄儿是装有线电视的，我问过他，他说在他们的工作环节里面，是不会产生这种划痕的。这个情况还有谁知道？我给顾一鸣提起过，嗨，这小子说我是神经衰弱，他可没这脑子。你再看看我这脑袋啊，好好看看，看我这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老话怎么讲的？这叫聪明绝顶，万中无一。严队，刚从平冈县公安局调过来的。没了？怎么没有
尸检报告啊。老刘，这卷宗里面怎么没有侯桂平的尸检报告？连队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他们手头上的所有资料了。部队，麻烦你跑一趟平冈县公安局档案室。人命关天，连个尸检报告都没有，怎么接的案？对不起，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但是，对待下面单位，我还是有一套的。我现在就去，连夜去。先找这停车，在大厅等你。检察院的。你好啊，江潭市局的。好的。怎么了？刑事案件的卷宗调档，需要大队长李建国签字才行。你让他签了字再来吧。卷宗里边连个尸检报告都没有，你们怎么接的案？我亲自找找。小哥，顾队长，顾队长，真的没有，别找了。侯桂平那个案子啊，当事人早就死了，早就撤案了，案卷材料也都已经封存在档案室了。按照规定，我们可以不用移交检察院。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检察院调这份材料干什么？小军，调令。是这样的，我们接到群众举报，需要对这个案子做一次复查。我这不是档案室，不负责保存档案，我还有很多公务需要处理，失陪了。我们刚才已经去过档案，哎，走。喂，都查了，没线索。反正去都去了，顺便跑一趟检察院，看看有没有关于此案的任何资料和记录。得嘞，走吧，县检察院。你认我什么玩意儿啊？啊，不就是个刑警队的大队长吗？论级别，不也就是个科级干部吗？跟我面前拽什么拽？哎，看把你给气的，过来喝口水。快来。他虽然跟你行政级别一样，可人家是刑警大队长，这大队下面还有中队呢，少说也得有60、70号人。哈，那人多就了不起啊？看我后面怎么收拾他！不是，那李建国要是死活不肯签这个字，那这卷宗咱就死活拿不到了。他敢。咱们县所有刑事案件的尸检报告都是法医陈明章做的，要不你先去找他问问情况。找我干什么呀？这所有的材料都在档案室，你呢，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跟他们要啊。陈大爷，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你们单位的档案室不是很配合。哦，找领导协调一下嘛。你别忘了啊，你们呢？你们是检察院、公安这帮人呀，最怕的就是你们。对啊，我跟你想的一样。可那个李建国，不是陈法医，这事还真得麻烦你通融通融，帮我核实一下死因。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你跟这死者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一个朋友。这个案件非常蹊跷，你一定有印象。哎，等等，你说这个死者
跟你是朋友？对，他是我大学同学。那这算私事还是公事？目前来说算是私事，但是你放心，只要我拿到证据，以后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哎呀，你误会了，这不是麻烦的事儿。你看我像个怕麻烦的人吗？哦，对呀。只不过不是，怎么又不行了？是不是这个案子确实有什么问题啊？很特别。如果我要是帮你的话，我自己的风险会很大。我知道。不是陈马一，求你帮帮我，陈马，我求你了，求求你，你就帮帮我吧。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呢得加上风险指数啊。我给你打9折。算了，4舍5入。以前是我1个月，嘘，你小声一点。是我1个月的工资啊。说老实话，平康县里就我和徒弟2个法医，每年有40-50具尸体啊。要搁往常，我哪能记住那么多名字啊？可侯桂平这个名字我记住了，死得太蹊跷了。具体是怎么个蹊跷法啊？我下班之后呢，找你细聊。黑，实在也太黑了吧！你这1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啊？所以啊，下个月只能勒紧裤腰带了。打你！哎，不过我今天早上和陈法医见面，我看他那样子吧，侯桂平这案子10有8九确实有隐情，我还担心他后悔不来了呢。他敢，这是的，居然有警察敢向检察官索贿，气死我了！哎，我跟你说，一会儿你给他钱的时候，让他写个收据，这案子结了，我就把他拉到检察院审他，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给他还钱。不好吧？好。陈法医，这是你女朋友？啊，挺漂亮的，怎么样？今天啊，我请客。古人讲啊，过午不食，我们晚上少吃点，也有利于健康。啊！哎，服务员，服务员，大哥，您看您吃点什么？3碗榨菜肉丝面。稍等。哦，对，越快越好啊。陈法医，饮食报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信封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呢，就没有回头路了。现在反悔的话，我可以把钱退回你。当然了，这样的话，那今天的面钱你出。我不会后悔，给我吧。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说。如果你发现侯贵平根本不是淹死的，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侯贵平真的不是淹死的？我可从来没说过侯贵平是淹死的。可是据说，当初的验尸报告写的就是落水溺毙啊。那份验尸报告的结论，肯定不是我写的。可平康县所有刑事案件的尸检报告，不都是你准备的吗？很简单，结论被人篡改了。哇，平康县谁那么大胆子啊？来，吃面。完了就糗了。请慢用。怎么样？你们现在还想买侯贵平那份真正的验尸报告吗？我买。恕我直言，你和这同学要好吗？我们就是普通同学啊。我建议啊，你还是算了吧。你还年轻，没必要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不知道。这个案件呢，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当然了，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啊，就怕你级别不够。我们是科长。科长，一个县级机关的科长，也就是个副科级，还这么年轻的科长。李建国跟你的级别一样，你还是他的监督部门，连个卷宗都拿不到，还想翻案？那照你这么说，得多大级别才能翻案啊？等他当上了检察长还差不多。我爸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级别够不够？这样的话，那就有得玩了。打好招呼了，他给了我一把钥匙，暂时交给我们保管。看来彻底被打扫过了。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来过一趟吗？多拍些照片，把尺寸都量好了，记清楚。好。今晚衣架的事儿别跟李静说，他和这案子可能有关联，还是小心点。科长，科长，怎么着啊？这天也没塌下来。李建国他们找上门来了。李建国。好啊，这次可是咱们的地盘，我看他能怎么样。把人带过来。好。哟，张科长，李队长，忙着呢。哎呀，我这5分钟还有个会呢。啊，坐。出去吧。
李队长这次来，哎，你看这怎么说呢？啊，还是侯贵平案。这个案子早就有了定论啊，人证物证都齐全啊。现在仅凭对一份尸检报告的怀疑就要翻案，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呀？啊？如果以后都这么操作的话，那我们刑警队还怎么开展工作呢？理解，非常理解。李队长，咱们刑警队这些个兄弟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我们心里也都清楚。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呀。侯贵平的亲属都冲上门了，在我们大院里长跪不起，那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我们检察院呢，对咱们公安系统的办案效率一直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个例行检查，走走程序，别太在意了，啊？不是我不管，如果我不重视的话，我不会亲自跑这一趟的。2年多前的命案，尸体火化了，现场破坏了，连当事人说不定都已经下落不明了，你让我们怎么查呀？那李队长这意思，是咱们刑警队不配合？原因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啊，咱平康县每年的刑事案件60多起，我刑警队就这么几号人，案子压了一大堆。张科长，如果你们检察院有本事的话，你们自己去找真凶吧。你见过你王八蛋！不过这李建国出具的不立案理由，倒是没什么毛病。但是这个案子毕竟是2年前的了，想要翻案，难上加难。吴姐，你是不知道这次我去侯贵平家都看到什么了？村里的风言风语，已经让他全家都抬不起头来。你说这案子咱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可现在已经落我手里了，我要是不查明白的话，我心里头这道坎过不去。这样，我现在跟你们院丁检察长打个招呼，让他们开会，再好好研究一下。喂，老丁啊，哎，对，是我，对，还是侯贵平案的事儿。希望你们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够不够重新立案的标准。好，你多费心。他让你明天上午10点等他电话。好，谢谢吴姐。任队，我回来了。怎么样？我们把整个平康县公安局的档案室翻了个底儿朝天。哎，还真是老顾的风格啊，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什么都没找到。最后去了趟检察院，终于找到一点关于侯贵平案的记录。江阳生前做检察官的时候，确实立案调查过这个案子，也做了详细的卷宗。据说里边是有一份尸检报告，但说什么都找不着了。找不着？把江阳所有的遗物都给我翻出来，大家一页一页的翻吧。干活吧。
要不要再去排查一下照片上的指纹？不用，肯定和上次一样，什么都没有。那这张照片，我们还登报吧？登。麻烦你们配合一下。找到了。邮局方面说，根据邮戳来看，匿名信是西城区东楼小巷一个邮筒投送的，还是跟上次一样，同一个地方寄出。有没有监控？西城区是老城，这个东楼小巷破旧不堪，早就在老城的改造拆迁范围之内了。而且有一家钉子户死活不搬，早就停水停电了，哪有什么监控啊？两封匿名信是从同一个地方寄出的，很明显，对方是在挑衅，也没别的好办法。任队，辛苦你一下，今天晚上带几个人去蹲蹲点。行。大家注意，疑似目标出现。注意注意，只要他一投信就抓他。这行不行啊？大半夜跑出来就捡俩瓶子。小柯，注意一下你8点钟方向那辆车，拍一下车牌号。知道。哎，严队，那你的案子查怎么样了？很怪。怎么个怪法？整个过程好像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哦，怪不得。怎么了？其实江阳遇害之前，我见过他一面。他好像对自己的死早有预料。要是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修的最后一部手机了。怎么，铺子不开了？不开了。为什么呀？太累了。那天，他脸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平静。修完手机后，他还非要请我喝杯咖啡。真香。如果我跟你说，我有可能消失一阵子，或者有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那你的访谈计划就完成不了了。你会不会特恨我呀？你是打算去哪儿吗？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想好呢。我以为你是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呢。没关系，现在通讯手段那么发达，咱们的访谈随时可以约个时间打电话进行嘛。没想到啊，那就是我见江阳的最后一面。重要线索：张超太太李静是侯桂平的生前女友。不会吧？看来这个李静还不简单。那昨天晚上蹲点有什么新发现吗？走了一夜，除了个捡垃圾的，什么也没看着。倒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蹲点的不光只有我们，还有谁啊？你可还不清楚，查过了，用的是假车牌。假车牌？那看来咱们身后头还有不少眼睛盯着咱们呢。你刚才说什么？一个捡垃圾的？别提了，跑了一宿，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就围着那个油桶来回转悠。我们都以为逮着大鱼了，结果人家一弯腰捡了个易拉罐，走了。拍照了吗？没有啊，拍他干嘛？这出戏。喂，丁姐。小江啊，不是。侯桂平案，我个人非常支持你调查下去，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随便立案，希望你能理解。好，我知道了，我尊重院里的决定。怎么了？这是这么大动静？刚才丁姐给我打电话了，她说院里开会集中讨论了侯桂平的案子，认为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不走一推翻原案，因此不予立案。那怎么办啊？院里这个决定我可以理解，毕竟咱们人手少，工作量又那么大。但是人在做，天在看。既然侯桂平是被冤枉的，那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一定有新的证据在等着我们。啊！不让光明正大的查，行，我私底下偷偷查，我就不信了。等我找到这个新的证据，我还立不了案。好样的！你还吃烤鸭啊？听张超说的吧？之前没听你提过，侯桂平是你大学时期的男朋友。你们之前不是一直问我张超跟江阳的线索吗？该说的我都说了。侯桂平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你们警察还这么八卦呀？侯桂平很有可能跟这个案子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说实话，我们压力也很大，也想尽早结案。张超呢，在看守所也待了好长时间了，里面的日子不好过。要是不介意，你跟我们谈谈侯桂平。都10几年前的事儿了。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大一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了。侯桂平那时候是个很青春阳光的男孩，喜欢打篮球，很多女孩很喜欢他。研一的时候呢，学校有个去贫困山区支教的项目，他就报名了。但去了苗高乡之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何老师，这门最近有点问题，我给你到这儿修修啊。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这就你宿舍了。挺好，挺好。行，你休整一下。哎，我先去上课了。好，晚上我和马老师给你接风洗尘。好嘞，好嘞，那晚上见。行，晚上见。好。来，干杯！欢迎侯老师来我们苗高乡指导工作啊！来，不敢，以后还得靠马老师和高老师多多关照。来，咱们这苗高乡啊，啥都好，物产丰富，自给自足，但就是太偏远，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哈。这以前呢，每年都有支教老师过来可是待不了几个星期就都走了。老马在这干了快一辈子了，就是因为一场桃花运。哟，你别急了，这就是命啊。咱们这个学校啊，名义上啊是个中学，实际上啊这个年纪都参差不齐。大的17、18岁，小的呢12、13岁。马老师呢负责一些数理化，我呢负责体育、美术还有唱歌。这些文科类的，英语和语文啊，就得靠侯老师了。来，放心，喝酒啊！我一定尽力。来干。对了，高老师啊，周五不住校，回镇上老家。我呢是1年365天都在啊。以后他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就行啊。对，千万不要客气。好，对，找马老师。对了，明天是不是教委的人要过来啊？这凯恩集团捐助修建了新教室。明天教委是要来人。哎呀，我的被子！下雨了这个。接下来有请区教育局秦局长颁发聘书。10年树木，100年树人。卡恩集团董事长孙传福先生，为了大力振兴乡村教育，多次慷慨解囊，不仅为我们建立了新的教室，这次还捐赠了一批新的课外读物和电子表等学习用品，为我们乡村企业家树立了榜样和标杆。今天呢，我很荣幸的为孙先生颁发苗高乡中学荣誉校长称号，大家鼓掌。感谢秦局长，感谢学校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我的信任，感谢同学们。老师来了，别说了。同学们，大家好，我呢是咱们学校新来的老师，我姓侯，我叫侯桂平。很高兴认识大家。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班最大的是哪位同学啊？顾小妹。顾小妹啊，好。那最小的呢？大头菜，就他个头最小。你叫大头菜啊？
真可爱。好，那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担任咱们班的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谢谢。哎，你好。哎，您是检察院的，过来查个案子。江检察官，您查什么案子啊？2000年11月2号晚上，有一个叫丁春妹的苗高乡村民，她来报过警。当时出警的是谁啊？丁春妹。哎，我帮你查一下吧。好。丁春妹，没有。丁春妹。啊，高志远和杨德新。高志远、杨德新。我现在能见一下这2位同志吗？他们俩调走了。调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01年春节前调走的吧？没办法，那边人手不足，这调动啊，常有的事儿。那第2天在苗高乡的水库里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出警记录有吧？这么大的案子，肯定有啊！你等我一下。哎。哦，这儿。麻烦你把这2份给我复印一下，行吗？行。当时我跟我媳妇在里面打鱼回来的时候，我媳妇发现的。对。哎，那你们当时在哪儿发现的呢？就在那个，在那儿。啊，就那儿啊。对。那发现尸体的时候，他是背朝上还是背朝下？哎，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背朝上，上面缠了好多水草，然后我老公拿那个钩子费了好大劲才把它翻过来，我吓得都不敢看。看着应该是泡了好久了。好，那下课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汉字。同学们，你们谁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呀？军。对，念军。其实这个字呢，它的意思也隐藏在它的笔画当中。我们来看，军字呢是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雪，一个竖撇，还有一个口字。雪呢，在古代意为手，看像不像我的手？这个竖撇呢代表权杖，而口呢代表发号施令的人，意思呢就是手拿权杖发号施令的人就是君主，后来也演化成为君子。作业呢是把庄子的《逍遥游》背诵一下，明天我要检查。下课。你好，有人吗？您找谁？哎，您是马老师吧？啊，是我。我是县检察院的，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啊，你好。哎，你好，请坐。谢谢，请坐。其实我这次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关于侯桂平的事儿。啊，是小侯的事情啊。对。哎，马老师，从咱们学校毕业以后的那些学生，他们后来都干什么了？有参加高考吗？10年了，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啊，我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过去几年学生高考的成绩，你看一下。哎呦，这语文和英语的成绩要是能再提高上来一点，这上个1本都没问题啊。嗨，可不是。你看这个翁美香，数理化成绩这么好，这英语才15分。
还有葛丽。哎，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呀？考虑过复读吗？这村里的孩子能读完高中就算好的啦。考不上学，只有2条路可以走，要么外出务工，要么下地务农。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女孩子啊，就在村子附近的纺织厂工作。纺织厂？对。哎，师傅，麻烦问您一下，翁美香在哪？翁美香啊，那里第3排。第3排？哎，中间，哎，对。好嘞，谢谢你啊。你好，请问你是翁美香吗？是。我这次来呢，是有件事儿。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你们现在这个年龄，不上学太可惜了。尤其你啊，美香，理科成绩这么好，如果能把语文和英语的成绩再提高20来分，上个1本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还有你，葛丽，平时成绩也都不错，怎么一到考试就紧张了呢？努力，上个2本也没问题的。如果你们俩要愿意的话，平时下了班，然后再加上周6、周日的时间，来学校，我给你们补习。你相信我，我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能力。你们还年轻，千万别放弃。侯老师。谁啊？侯老师，复读班的消息我一说，大家伙儿就一窝蜂的都来了。哎呦，太好了！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希望先地不以成败比为坐。What if I never let you go? What if I never let you go? What if it rains tomorrow? What if it rains tomorrow?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抉择，可能就改变了一生。我那时候要是阻止他的话，可能很多人的命运也就因此改变了。美香，还没走啊？哦，老师，我想做份模拟试卷再回。啊。哎，你是不是已经好几个周末都没回家了？明天是周6，要不然你回去陪陪你爷爷奶奶啊，别写了。哦。笔哪儿去了？啊，在这儿呢。哎，对了，好长时间没看着葛丽了，她也没去工厂，她没事吧？他没什么事儿。哦，那就好。哎，这孩子。侯老师。哎，美夏，怎么了？有事吗？老师，晚饭你打算怎么吃？啊，今天晚上马老师罢工了，我去镇上吃。老师，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晚饭能不能？可以啊，咱俩一起吃，正好啊，你帮我做向导，我这刚来，人生地不熟的。好，走啊。
冯美香。冯美香，这位谁呀？我是汪美香老师，您是？老师啊，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也是学校毕业的，马老师学生。我是翁美香的表哥，这不前几天答应带她去县里吃饭，我这一直忙没有时间。是不是美香？走吧，啊，走。我不想去，我要跟老师一起吃饭。别不懂事儿啊，老师也有老师的事情呢。美香，美香，爷爷奶奶等你吃饭呢。美香，要不然这样，今天你先和表哥回去吧，看看爷爷奶奶，咱们改天再吃。你看，老师都说了，走吧。谢谢你，老师啊。爷爷奶奶等你呢，家。哎，快上车吧。谢谢你，老师啊。哎，走了，老师啊。哎，改天一起吃饭。啊！这，快送医院抢救！美香，美香，别睡着啊，坚持住，美香啊！美香，美香，美香，坚持住啊！美香，快点啊！大夫，一定要救救他！大夫，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救他，大夫！那你还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吗？应该是10月6号，星期六，深夜到凌晨。因为我们家就住在市里，所以每周我都会回去。那天晚上，我妈妈正好心绞痛突然发作，我和我爸爸把她送到急诊，所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确切的说，应该是10月7号，星期日的凌晨。对。大夫，怎么样？喝的敌敌畏，剂量太大了，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节哀吧。不是，大夫，您再想想办法。我求求你们，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好像刚满18岁，刚满18。好，行，我去。你是军长是吧？是。孩子父母在？在青州打工。你们知不知道，翁美香有一个表哥，染着一脑袋黄毛，开着一个黑色小轿车。认识这个人吗？那个人不是翁美香的表哥，他是黄毛，他是我们山上的大流氓。流氓？那前天下午，翁美香跟他去了县城，你们知道去干什么了吗？肯定是被黄毛欺负了。前几天在厂子附近，我看见黄毛不停地转悠，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美香，还没回去啊？哦，老师，我想做份模拟试卷再回。哎，对了，好长时间没看见葛丽了，她也没去上班，她没事吧？他没什么事儿。黄毛来车间找我，他威胁我跟他进城，我好害怕。葛丽也被盯上了，躲了起来。侯桂平去平康县的公安局报了案，举报黄毛性侵女工，公安局也立了案。但他那时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你那天电话跟我说的事情怎么样了？警察第二天就对翁美香做了尸检，处女膜破裂，在阴道里提取了精液。警察当天就把黄毛抓起来了。可即便是定了罪，判了刑，翁美香也回不来了。我现在真的特别后悔。你知道，这个星期，只要我一闭上眼，我就能看见翁美香坐在车里，特别无助地看着我。其实当天我已经感觉出来哪儿不对。谁啊？谁呀？来了。来了。你很硬吗？啊？你很硬吗？你去告我！哈哈，老子在局里受罪，你还在这睡女人！住手！我明白了，我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们好事了是吧？是不是制药大医生？不要脸！走，去操场，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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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你再动我一下试试！你再动我一下试试！啊！你信不信我弄死你？住手！雨轩，你松手！松手！松手！你无法无天了你！王老师，你们学校的老师大白天在宿舍里睡女人，传出去多不好听啊！出去！出去！王老师，今天我给你面子，侯桂平，我记住你了。你再跟我过不去，我见你一次弄你一次。过来啊！王老师，何老师，算了吧。何老师，你不要紧吧？啊？没事。静儿，静儿，没事吧？静儿。
其实，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也还有救。不好意思。我要是不把那台相机给他的话，后面也不会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什么相机？一台傻瓜胶片相机。侯贵平用照相机拍到什么了？那天晚上，侯贵平给我寄了最后一封信。哎，你那儿有笔吗？借我支笔吧。啊。小马。哎，副队。哎呀，咱们都在一个单位共同相处了这么多年了，是吧？是。你说是不是咱哥俩之间感情最好？对。是不是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顾队，严队的事儿你就不用再问了啊。好。小马。哎，小马，谁带出来的孩子啊？这是。爸爸，哎，原来这是不是有个照相馆啊？你说是那个金山照相馆吗？对。后来香火给烧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好多年以前了。谢谢啊。不客气。失火那天晚上我没出警，到底干什么去了？我一下也想不起来了。我干什么去了？你先接吧。哎，我这还有点事儿，你们就甭等我了啊！你给女儿哄睡着了，你们就赶快睡啊！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那天晚上我媳妇儿难产，我一直在医院陪她。2003年9月20号，2003年9月20号。我女儿生日，找着了，金山照相馆失火，馆主人李大北在大火中不幸遇难。这边，药剂啊，糊了。哎呦，来，给价。就这些了，120。不是，大北，你这120差的有点多。你等一会儿，我给你拿去。别耍赖啊！哎，你等一会儿啊。大哥，
哎，大哥，我是今天运气不好，这又输没了，看看能不能再借点。账要多少？过。大哥，你给我拿1万就行。1万啊？多少4？大哥，这不来还借钱？欠多少自己没点数吗？有数。给你1个礼拜的时间，把钱还上。好，谢谢，我知道了，大哥。滚！是好，我这就给你弄钱去。啊，有钱我也不还你。老板，洗照片。洗几份？2份。洗普通的还是洗加急的？普通15，明天上午去，加急的25，晚上6点半去。加急的。加急的是吧？去输率。好。发财了！喂，军哥，关你屁事啊！不是，我这有几张照片，真是挺大的。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啊？没空。啊？那这样吧，那我晚上过去找你去啊。神经病！老板，老板，谁呀？取照片了。哎呀，一会儿玻璃给我敲碎了。啊，我取照片，我看看这，你这个胶卷好像有问题啊。你是不是不小心提前曝光了？我什么都没洗出来啊！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我那个胶卷都是日本进口的呀，而且我之前什么也没干过呀，怎么可能提前曝光啊？你这跟进不进口有什么关系啊？你这就是提前曝光了吗？要不这样吧，我把钱退给你啊！不是，老板，那你把胶卷也给我吧。胶卷销毁了？销毁了？啊，有问题胶卷我们就直接销毁。你扔哪儿了？扔哪儿了？销毁了吗？不告诉你。哎，别啊！哎，老板，销毁了。不行不行，你得把你把门打开。哎，老板，你把门开开，把胶卷给我。老板，你把门打开。哎，老板，你把胶卷给我。老板，把胶卷给我。瞧瞧。哎，把门打开，听到没有？
作为一名政法系的老师，何桂平，我为能有你这样一位勇敢、善良、有正义感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坦率地说，对于这件事情，我没有资格做出任何评论。当然了，既然今天你们来，如果你们一定要听听我的建议，那我就从一个老师的角度说说我的看法。作为一个学生，完成学业是你的天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先回学校，学好专业。一张到青州。好的，给您的票。进站啦！一定要去吗？那你要保重你自己啊，天天给我打电话记住。好了，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人了，他们也不能把我吃了。我不想让你走。平康县的走了。知道了啊。平康县的走了。王慧平啊！王慧平啊！回去吧。这里边那个啊，对。军哥，军哥，我知道你在里边呢。军哥，开门。谁呀？我李大北，开门。军哥，哎，军哥，军哥，你要干嘛呀，李大北？哎，找你有正事。这什么呀？就我说的照片。哎呀，这等我啊。哪来的？啊，兰哥，几天前一个男的在我店里洗照片，我洗出来一看，我说这不对呀，让我给扣下了，我就没给他。底片呢？底片我藏起来了。算你小子聪明。那你怎么打算？兰哥，我把底片我都给您，然后我欠您那个钱，看看您能不能就算了，啊？哎，他妈说呀，李大北，跟闹那混账是吧？啊，娟儿，我看行，起来吧。谢谢兰哥，谢谢兰哥，谢谢兰哥。去哪了？兰哥，在这儿呢，我带着呢。
你确定就洗了这一份？就这一份，底板我都拿过来了。警察同志，我要报案。喂，出事了，侯贵平那儿还有一份照片。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娟儿，照片的事儿没处理干净，快去。哎，军哥，你怎么这么闲呢？啊，哎，亚飞，怎么了？你挺会玩啊！我怎么了我？还愣着干嘛呀？砸吧！砸！哎，别砸了！那案发当天，也就是2000年11月2号，你最后一次见到侯贵平是什么时候？那天是个周五，小侯中午从省城回来，就立刻骑着摩托车走了，啊，连午饭都没有吃。高老师周五一般回镇上住，那天下午5点多也走了，整个学校就剩下我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看了会儿焦点访谈，突然感觉到肚子有点饿，就想到食堂去下面条吃，结果头晕得厉害，差一点一头在他锅里。后来我就慢慢的扶着墙回去休息了一会儿，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啊，这也是我的老毛病了，一般吃2片阿司匹林，喝点酒，上床睡一觉，第2天就好了。但是那天我没找到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摩托车声音响，我知道小侯回来了。谁啊？黄老师。马老师。哎，黄老师，怎么了？哎，进来待会儿。哎，我就不进去了。你这有药吗？我有点不舒服。哦，您等一会儿啊。这样，谢谢啊。哎，高老师，要不然我带您上乡卫生所看一下。哎，不用了，我吃上这个，睡上一觉，明天就好了。早点休息啊。哦，好。马老师，您还要什么呀？黄老师，何老师，我今天带了好酒好菜，特意来给你赔这道歉来了。赔什么礼道什么歉？走！何老师，听我说，不骗你，翁美香的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让我进去，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哎呀，咋能吃这呢？这太没营养了啊！你看我带这菜，陈记卤味儿。哎呦，最关键的这不能忘。
坐下来。郝老师，我们乡里边呢有个风俗，不管有多大矛盾，双方坐下来，喝顿酒，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来，郝老师，我先自罚一杯。郝老师，我是超流氓，我不要脸，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赔礼道歉了。郝老师，来，你拿着，你捅我一刀，咱俩的锅就算解了。来，郝老师，你来，捅我一刀，来。你想干什么呀？啊？咱俩喝一杯，我慢慢给你解释。爽快，给你倒上。郝老师，听说你今天又去县公安局举报了？你怎么知道的？哎，这么说吧，不管你举报多少次，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谁？哎呀，他们呀，才是大老板。我就是给他们干点事儿。现在事儿闹大了，他们来找我，说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希望黄老师高抬贵手，不要再追究了，好吧？郝老师，3000块钱你先拿着，不跟我说。你想干什么呀？啊？收买我呀？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一条人命在你们眼里就他妈值3000块钱吗？啊！他们知道你今天去县公安局，给的是复印件，原件在你手里。他们很在意你的原件，如果你愿意交出来，价钱你开，郝老师。也就是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背后的老板是谁，再大，他也大不过法。你们都给我等着，明天我就去举报你们。翁美香是我学生，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不明不白。滚！小静，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向我逼近，我必须抓紧时间，争取最后一搏。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份原版照片，底片还在金山照相馆。这是照相馆的收据，你一定替我保存好。
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还是龙雨祥的影子。他应该已经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了吧？但愿那上面全是光明和爱。谁啊？是我，丁春妹。哦，来了。我来您这儿接点热水。今天那个电影太搞笑了，就是中间那一点特别逗。然后，想你，俺想你想的睡不着觉。浪哥，这么晚了，谁呀？哎，浪哥，你放心，侯桂平这回死定了。酒里的春药是乡里边给牛马催情用的，劲儿可大了，是啊。啊，小稿费已经过去了，估计俩人现在已经搞上了。啊，你还要派2个人过来，有这个必要吗？好，我去巷口迎一下。回来了。小回家，我再去趟学校，今晚的事你保密。好，我知道，你快去吧。那当天晚上，你就没听到什么动静吗？我这耳朵不太好，回屋之后吃完药，我喝了点酒，就很早上床睡了。还迷迷糊糊听了一阵收音机，酒劲上来我就睡着了。到了后半夜，突然一辆警车打着警笛就开过来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小侯出事儿了。哎，你好，请问这是丁春妹家吗？你买什么呀？啊，你就是丁春妹？啊，我是检察院的。我这次来呢，是想找你聊一聊关于侯桂平的事儿。哎，你别走啊！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你去问派出所吧。哎。侯桂平的尸检报告有进展吗？有一个人手上肯定有。谁啊？陈明章。我在下面了解了一下，当年平康县所有的尸检报告都出自陈明章之手。找他来聊一聊。
我再给你泡一杯。好了，怎么样？整个江南市我都找遍了，类似的有很多，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陈老师是法医界的老前辈，这么晚请您过来，不好意思。别叫我老师，我早就退出法医界了。张超地铁抛尸案，您大概听说过？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什么看法？我跟张超不熟，只是点头之交，谈不上什么看法。我们顺着线索摸下去，发现要破获地铁抛尸案，就绕不开侯贵平案。陈老师，当年您在平康县公安局任法医，对侯贵平案还有印象吧？你们是为了这个吧？这份尸检报告太珍贵了。你们要感谢2个人。谁？江阳和朱。哎，陈马姨，他不喝酒。我能喝。哎，当然得喝一点。哎，我来，没事，我来。先喝一杯，养爱剂。人没事就好。其实我还有一事儿没说。大概2周前吧，我办公室玻璃被人给砸了，我跑出去追也没追上。你怎么不早说啊？这不是怕你担心吗？看清人脸了吗？没有，天太黑了，出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紧接着，我接了一电话，电话那头说，要是想死的话就继续查。这次是给你刹车动了手脚，下次要是给你放个炸弹怎么办呀？我是人民检察官，他们根本就不敢把我怎么样。今天要是有辆大车从你右边冲过来，我今天还能见着你吗？我错了，别生气了，我保证，以后要是有类似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行不行？不生气了。还是要多加小心。啊，对了，现在立案了吗？还没呢。哎呀，我一开始吧，我也没料到这个案子这么复杂。其实案发后，我也往上递交过材料，后来我被抽调到省厅的一个专案组，就把这事给耽误了。侯贵平呢，现在已经死了2年多了，人证物证都没有了。就算是复查，也很难找到真凶。你现在停止调查呀，也是明智之举。这是你当初买尸检报告的钱，我还给你。不行，这我不能要。拿着。真不能要，你收起来。好，咱们不争了。我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当时就是想看你够不够坚定。哦，对了，我今天还约了个朋友来。老陈，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
是平康最有知名度的刑警朱伟。前辈你好，我叫江阳。啊，坐吧。哎。哦对，人送外号“平康白雪”。平康白雪。甭听老陈瞎白话。哎，我怎么是瞎白话了呢？啊，这个平康白雪的来历是这样的啊。原先呢，我们平康啊有一个老领导，他退休之后呢，视察咱们的这个信用社，哪知道那天正巧有一帮歹徒啊，持枪抢劫，所有的人全部混在里面。这个时候，咱们年轻的阿雪同志单枪匹马，没带武器哦，和歹徒谈判，瞅准时机，3下5除2，制服了歹徒。哎，行了行了，你就别替我瞎吹了啊。哦，不过，土枪走火了，我们阿雪同志的屁股上光荣地挨了一枪。哎，对了，你是左屁股还是右屁股来着？我还真不记得了，要不你现场给我做个鉴定？对，来，我来看看。前辈，少来，我这不是跟他们开玩笑呢吗？老同志要矜持一点，人家女人家在这儿呢。这个老领导啊，给他的评价就是平康白雪。哎，万一有一天我执行任务光荣了，追悼会上你就跟我这么说啊？退，晦气。哎，老朱这家伙呀，会。查案特别较真儿，办案的时候啊，单位上的人所有的人都怕他。哦，对了，就跟你作对的那个，看到他跟看到亲爹一样。啊，你这干什么呀？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哎，现在人家不怕我。那他以前为什么怕你啊？是这样的，以前呢，他是大队长，然后那个是副队长。有一次啊，他抓了个歹徒，这个歹徒在冬夜里呢奸杀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尸体毁得面目全非，把这个家伙押到审讯室还没有坐下，他就用头撞墙，把自己搞得浑身是血，非说阿雪刑讯逼供。结果呢，这个李建国就联合了歹徒的家属，告他殴打囚犯，导致他受到了处分。哎，他，那个大队长，前辈，我敬你一杯。站着喝不算。啊？人家现在腰杆硬了，说话底气足，挺好。哎，这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我说兄弟，这才叫无冕之王，懂吗？哎，小强，来，我敬你一杯。听说了你这几个月的奔忙和努力，政法系统有你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算是件幸事。来，我先干为敬。我听老陈说，你打算放弃调查侯贵平案？其实这事儿吧，我还没想好。这小江呢也有难处，你也要理解嘛。人家还年轻，生活啊、事业啊才刚刚开始，对吧？你几岁了？人家几岁？朱大哥，你刚才想说什么呀？侯贵平是被冤枉的。好了，别说了。今天到此为止。
朱大哥，你刚才说侯贵平是被冤枉的，你有证据吗？没有。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你好，是朱伟队长吗？我想报案，关于侯贵平的死，他是被冤枉的。我说他是被冤枉的。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执行任务，信号不好，没说两句就断线了。后来打过去没人接，一查是镇上的一个公用电话打来的。这么说，当时的案发现场有可能有目击证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给他翻案了呀。我决定了，这个案子我要查下去。好样的，算了。人呢？妈妈，买什么？3瓶雪碧。没了。再拿包烟，一群。多少钱？22。给。屋里住。没事，随便问你点话，进来吧。自己在这玩啊！坐吧。你就是丁春梅。啊。外面那孩子是你的。嗯。你娘然死这几年没再结婚吧？那你和谁生的？是你生的吗？哎，说话，这孩子该不会是从贩子手里买的吧？不是买的。不是。乡里宣传禁止买卖儿童好多遍了，你这可是知法犯法。是我朋友的孩子，让我帮他看一阵子。朋友？哪个朋友？叫什么？住哪儿？哎，你朋友的孩子怎么管你叫妈呀？丁春梅，我告诉你啊，这孩子要是拐来的，你可是要坐牢的。哎，不是拐来的，真是我朋友的孩子。这样吧，你把你那个朋友叫来。对，打电话叫过来，核实一下。看我打了2遍，我打2遍都没人接，估计忙着呢吧，空了能给我回过来。行，我们相信你，你别紧张啊，放轻松，坐，坐。其实我们这次来呢，是想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3年前的一个晚上，你连夜跑到派出所报警，说侯贵平强奸了你，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老陈，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线索啊。上一次应该是在省厅年度大案分析会上见的那，哎呦，得有12年了。哎呀，这时间可真快呀！这一晃着我都该退休了啊！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跑到侯桂平的教师宿舍？他把你从这儿拉过去的。我当时想跟侯老师接热水，冲感冒灵，然后他就把我几点？7点，我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8点多钟吧。你干嘛要到学生宿舍去接热水啊？你这附近邻居不少，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我跟邻居们的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表面上对我挺客气的，但是私下里怎么说我心里都知道。他们说我是扫把星，说我身上有恶鬼。我平时不跟他们打交道。苗高乡中学都在我这儿买粮食，然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他们送点大米啊、油盐酱醋什么的。见过侯老师几次，毕竟是城里人嘛，人家有文化，然后也文质彬彬的。所以，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在你去接热水的时候，把你强行拉进了宿舍，实施强暴。也没有强行拖进宿舍，他喝了点酒，然后马老师就住在他隔壁，那天晚上，他就没听到什么动静吗？我吓得一声都没敢出。春妹儿，你打电话什么事儿？是谁呀？岳军。屋外那孩子是你的。你他妈谁呀？警察。警察了不起啊！我们又没犯法，怕什么？刚才听春妹说，外面那孩子是你的，对吧？是我的，怎么了？你结婚了吗？哪来的孩子？我捡的。我捡的不犯法吧？你给我也捡一个。真的是我捡的，别人把这孩子放我家门口了，我不给他口饭吃，他就饿死了。而且这孩子在民政局也登过记。登记过不一定就合法，有群众举报你拐卖儿童。来，跟我去车上，好好交代清楚。你干嘛？不干嘛，放松点，出去说。走。没事，就聊聊。坐吧。听春妹，我现在问你的话，你都要老实回答。这儿有录音笔，还有记录员，都会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你从侯桂平那儿离开之后，就直接去报警了？是。你刚才说差不多8点多左右去的侯桂平宿舍。派出所的记录显示，你11点多去报的警，去掉中间路程的时间，也就是说，你在侯桂平宿舍足足待了2个多小时，差不多。中间一次都没有呼救过？没有。也没有任何人来找侯桂平？没有。那你认为侯桂平的死，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他才畏罪自杀的吗？不知道。那你和黄毛，就是那个岳军，是什么关系？我们。说实话。他有时候会在我这儿过夜。什么时候开始的？3年前吧。那就是说，
在侯贵平死之前，你们俩已经是这样的关系了。对。丁春梅，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侯贵平不是自杀，是被人谋害的。是谁杀的他？我不知道。侯贵平死之前和黄毛发生了多次冲突，而黄毛也扬言要弄死他。以你和黄毛的关系，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黄毛，所以他怀恨在心，跑去把侯贵平给杀了，对不对？这事儿你也有份，对吧？没有，这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到底是谁杀了他？我真的不知道。问他怎么样了？丁春梅，黄毛可比你聪明多了。刚才在车里，他跟我交代了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说实话，侯贵平有没有强奸你？别装了，肚子疼。你别装。黄毛说你报了假警，他全找了。你也别想着掖掖藏藏再隐瞒着他。大牢里的事，现在唯一能做的，我就知道他靠不住，就知道黄毛靠不住。我没有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没有想过侯贵平会死。你别着急，慢慢说。你放心，我和朱警官都站在你这边。案发之前，黄毛来找我，他说给你1万块钱跟人睡一觉行不行？我直接给他1巴掌，我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可是他跟我说你也不想一直待在乡下吧？他们怎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他会带我去城里，给我开个小超市，我平时就带带孩子。然后他还说要跟我再生一个，我就同意了。这1万块钱不是他出的吧？那个人全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一个姓胡的办事儿。胡什么？我不知道。那侯贵平就这么容易被引诱了？你们问月军吧，他在酒里下了药了。那黄毛有没有让你留好什么证据之类的？他跟我说事后让我用毛巾擦一点侯贵平的精液带给他，然后他嘱咐我1个小时之后去派出所报警，说侯贵平强奸了我。所以说，在侯贵平宿舍里发现的女性内裤上的精液，是后来才抹上去的，对吧？丁春梅，我告诉你，我们要不是对整个案件有详细的了解，是不会来找你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侯贵平到底是怎么死的？啊！
你一个女人家所做的这一切，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你别怕，只要你配合我们工作，我保证，没有人能够动你一根手指头。同志，什么都别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对，来，出去，同志什么都别说，你放开，别跑我。过来，什么都别说。狄春梅，你刚才想说什么？没什么。6167报告，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10点半了。陈老师，侯桂平案子的尸检是您亲自给做的，您对这个案子怎么看呀？哎呀，云里雾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怎么讲？表面上看，丁春梅当时提供的裤衩上的精液确实是侯桂平的，那确实也存在侯桂平在丁春梅体内射精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什么。即使是体内射精，也有可能是强迫的，或者是伪造的。就这个案件呢，有2个关键点：第一，侯桂平到底是生前溺死，还是死后抛尸？第二，他的死亡时间。如果是畏罪跳水自杀，那么他的口鼻周围会形成大量的泡沫，肺腔会产生水性肺气肿，胃部会有大量的积液。但是这些呢，侯桂平都不符合。通过对消化道的解剖，死亡时间应该是进食后1个小时内。1个小时内？对。按照走访的信息来看，有人看见黄毛晚上8点左右提着吃的和喝的去了侯桂平的宿舍。8点20左右，2人发生争执，黄毛离开。8点30左右，丁春梅要冲感冒灵，发现家里没有热水，提着暖瓶走了15分钟的路程，去问侯桂平借热水。据他说，他在侯桂平那儿喝了一会儿酒，突然感觉头晕，侯桂平趁着酒劲儿对他实施了强奸。他10点半左右呢离开了侯桂平的宿舍，回家收拾了一下。11点30左右，去乡派出所报的案。乡派出所11点50出的警，等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第2天，村民在水库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侯桂平胃里的食物跟现场发现的食物能匹配得上吗？一模一样。丁春梅的口供时间点上有点问题。如果侯桂平跟岳军是8点多钟吃的饭，在录音里，丁春梅有意无意地证实了这一点。她到宿舍的时候，桌上的饭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9点多钟侯桂平遇害的时候，丁春梅应该就在现场。所以啊，接下来的问题呢就越来越有意思了。那这侯桂平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是在强奸丁春梅的时候呢，还是强奸以后，甚至是强奸前？强奸前？你是说，这人死了也能？其实啊，射精和膝跳反射一样，都是脊髓的反射动作，理论上呢是不需要大脑参与的。死亡后的几分钟，只要性器官受到一定强度的刺激，脊髓神经呢一样会触发射精。当然了，我这些也都是猜想。
哎，你怎么把黄毛给放了？刚接到通知，让我今晚去外地执行跨省抓捕任务。那怎么办啊？本来是想今天晚上带回局里，趁热打铁脱审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又办不了公安的手续。李三，你开车。要不这样，等我回来，我就去申请传唤。一个村妇，一小流氓，谅他没人跑不到哪儿去。连队，突发情况。我现在站在江潭市北部新区内的一栋烂尾楼盘内。这个位置20分钟之前发生了爆炸事故。来了。什么情况？嗨，这就是一个烂尾楼盘，已经有好几年没什么人住了。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的人员伤亡。这个烂尾楼是哪家公司的楼盘？凯恩集团的。凯恩集团。站长，提审。要再这么下去，要出大乱子。如果伤及到无辜群众，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严警官所说的这个你们，是指谁呢？我现在人在看守所，1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盯着。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去伤害无辜群众？你又让我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整个案子就像迷雾里的一头怪兽。虽然我看不清楚它的样子，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轮廓。张超，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查下去，事情不能再扩大了，爆炸也不能再继续。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这就像是一辆拆除了刹车系统的火车，不到车毁人亡的时候，它是停不下来的。我只想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恢复照片发布。这次的爆炸是在无人区，下一次就不一定了。同志们，
今天高副厅长啊又给我打电话了，询问案件进展，让我们尽快破案。今天早晨呢，我们也跟《江滩晚报》做了沟通。这次被群众举报，才临时休刊，领导们还要追责这事发的突然。严社长他向我保证，他们会继续配合警方，报纸今天就恢复出版。这报纸定点投放了这么些天了，你们说能引蛇出洞，这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还弄出个爆炸案。接下来一定要加大警力投入，扩大排查范围，必须尽快破案，给市民一个交代。我对咱们工作进展速度非常不满意，工作开展得很被动。颜良，你也别愣着，说说你的看法。我觉得赵局说的非常对。完了，完了。哎，你站起来，啊，你说说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今天早晨，我和人队又重新到爆炸现场感受了一下，非常仔细地探讨了蜂窝炉做饭的问题。无非就是做个稀饭、下个面条什么的。从第一封匿名信到现在已经是第9天了，我掐指一算，还剩15天，大家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不是你严肃点儿，啊，你说说下一步的计划安排。要下棋呢，肯定是要先摆好棋子。我看这步棋已经摆得差不多了。咱们以前破案用的是线性思维，这回要换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是侯桂平案，牵扯的是丁春妹、岳军、李大北。李大北目前是死亡，丁春妹、岳军暂时下落不明。岳军背后的势力集团一定要挖出来。爆炸案发生在市郊烂尾楼，是属于凯恩集团的地皮。这一切看起来貌似随机，但我有一种直觉，整个事件跟凯恩集团脱不了干系。陈明章为我们提供了侯桂平的尸检报告，江阳和朱伟花了大量的时间调查侯桂平的案件。江阳目前是死亡，那最大的突破点就应该是他，朱伟。哎，来了，你小子可真有福气。老杨啊，昨天才走，他家里老婆中风了，辞职不干了。你晚上在这看库房，我在你原有工资基础上啊，每天给你加20。哎，我跟你说啊，在这外面住一晚上，那怎么也20-10块钱。你这一进一出就是50啊。我走了。哎，对了，别抽烟啊哈。这空气不流通，你不要把警报器弄响了。要抽烟的出去抽啊！